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干货多、屁话少的科技类问答脱口秀白问。白问这系列的视频呢，小白其实已经计划很长时间了。之前在微博上呢，也跟大家透露过相关消息啊。这一系列的视频呢，算是小白测评下面的一个小分支吧。除了带大家体验最新的手机、最新的科技产品之外呢，大家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啊，尤其是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这个少则100多，多则好几百是吧？我每天回答20条问题，后来呢，每天回答40条问题，大家还是骂我啊。所以说专门的开这一系列的视频，最近的热点问题啊，聊一聊科技圈啊最新的一些焦点，还有就是大家最关注的选机问题了。哪个区间有什么好的机器推荐啊？哪台机器有什么优缺点啊？每一个问题都有10几个人、几十个人在同时问啊。OK， 关于这个白问系列视频的一些我的初衷、一些想法呢，会在花絮里边呢跟大家简单聊一聊。既然是干货多、屁话少，那咱们就废话少说，正片马上开始。在正式说问题之前呢，先说一个小前提啊，这些的视频呢，由于视频的时间比较短啊，所以说就没办法在视频中具体的给大家展示每一个手机的具体的一些功能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这个问答中涉及到的啊，可以去翻看咱们之前关于具体的某台机型的体验视频。还有呢，就是白问这系列的视频呢，主观性可能要比咱们具体体验某一台机器的时候呢要强一些，因为这个呢都是我根据自己使用这么多手机这么长时间了，给大家的一些稍微主观上的建议，还有就是解答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不光是手机啊，这个别的科技产品也算着啊。OK， 那咱们就正式看第一个问题。微博网友哇哇哇哇咩，这头像是一个大帅哥啊！小白哥，我想买一个2000多能用3年的手机，该怎么选啊？小粉丝相信你，我大一的。首先感谢你相信我啊，这3年咱们后边再说。首先是2000，这个2000多的手机呢，可以说是大家比较纠结一个点啊，都是国产的主流旗舰，各家看着好像都不错，是吧？那么我把它界定的这个价格范围呢，就是2000到3000元之间啊，从上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上面第一个呢就是 P9 了。P9 这台手机呢，双摄呢，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国产机中目前做的最好的，毕竟有这个徕卡加持嘛。渠道商这边呢，应该或者是某宝啊，具体价格我还没有怎么关注，大概是2800块钱左右呢，能拿到这台机器。再往下呢就是1+3了这台手机呢，最值得吐槽的一个点就是到现在了，它还要抢购啊！还有小伙伴问我这个要不要等1+3S 啊？估计1+3S 上的时候它还得抢购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有机会买，赶紧买吧！好像是还得加钱，应该是炒到了快3000了这台机器啊！1+3呢，经过了2代的磨合，到第3代之后呢，算是到了一个上佳的状态。下面一个推荐呢，就是经过了1代磨合就还不错的 ZOK 的 Z2 Pro 尊享版。这台手机呢也是之前做过体验视频，大家去看一下。关于各个优缺点呢，也是不再细展开了。其实1+3和 P9 都做过啊，大家都可以去这个视频频道里边看。这台手机呢，经过了2次的软件方面的比较大的升级之后呢，整个体验来说呢，也算是在国产机旗舰中呢，算是比较推荐的一个了。还有呢，就是这个荣耀 V8 了。这台手机跟1+3一样，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水桶一点的手机啊，没有什么明显短板，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是如果你是冲着双摄去的，就不如买 P9 了啊。整个 V8 呢，非常像传统中我对华为手机的那个印象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小米的这个5S， 还有锤子的 M 系列的。锤子的 M 系列呢，暂时的在这一期视频中就不跟大家详细聊，大家可以去看我在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快速上手体验，把优缺点呢暂时的先都跟大家说了一下，因为深度呢我还没有使用多长时间，这就不跟大家说这台机器了。这个小米的5S 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手机。整个软件方面呢， MIUI 呢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对吧？但是这台手机现在不推荐买的原因是没有黑色，白色绝技不推荐。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白色的话，因为整个这个按键部分呢，可能是初期品控的原因或者批次的原因啊，还有就是这个黑边啊，我真的个人是忍受不了。还有呢，就是它这次宣传的一个大噱头啊，它的这个超声波指纹识别，我个人体验着真的非常一般。OK， 下一个问题，微信公众号网友装机必备是那个姓庄的庄啊。囧哥你好，现在 ZOK Z2 的里约版和乐视 MX2 都降到了1299，你个人感觉比较推荐哪一个？
之前啊，在这个1500元档推荐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公众号呢给大家推荐过这个 ZOK 的 Z2 的里约版，当时呢是售价1599，好像是就是里约奥运会嘛，然后出了一个特别版本，这个把内存稍微降了一点点啊。至于这个乐视的 Max 2呢，我个人是体验过一次，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去使用这个1个星期或者是2个星期这么长时间啊。这2台手机在手里拿着的时候啊，这个乐 Max 2呢可能更大一些，感觉上可能更厉害一些。但是在我个人的心理倾向上，这个 Z2 里约版还是更多一些啊。这个乐视呢，这个出到第3代就是乐 Pro 3，我做了体验视频啊。它那个呢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让这个乐视的手机之前的手机，无论是这个外观 ID 设计啊，还有就是系统优化方面呢都不太推荐。大黑边我就不说了啊，再说我就窒息了，你们也看不了视频了是吧？OK， 下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是手机的了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网友90，这头像我也不知道是啥啊。29寸、27寸到底应该买哪个？只是处理图片、轻度游戏日常使用，谢谢。他这说的29寸、27寸呢，肯定你这个说的就是显示器方面啊，这个29的肯定是21:9的显示器。有好多朋友呢就是纠结这个要不要买一台21:9的显示器，因为最近这台显示器还是挺流行的，是吧？就是视野可能更宽阔一些。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一颗小小的极客心嘛，早就买了一台体验了一下。这台当时购买的时候可能是3000出头的样子，这个具体价格我忘了啊，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双11前夕买的。至于这个29寸呢，如果要是处理图片的话呢，个人感觉宽屏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个宽屏呢，主要是你比如说办公的时候要这个多开窗口，或者是玩游戏啊，就是视野上面呢更好一些。这27寸呢，不仅价格上实惠一些，你可挑选的品牌型号上呢也可能更多一些。这个21:9的显示器现在好像戴尔、LG 还有三星，这个价钱上呢稍微还是贵那么一些。尤其是你后边说的轻度游戏轻度游戏化呢，这21:9显示器那就更不推荐了啊。普通情况下呢，就买个27寸的日常使用，价格实惠，完全足够用了。OK， 进入下一个问题啊，微博网友如风起灵，为什么选择你呢？因为他这个头像啊是这个和我的一张合影，在这个锤子发布会的外围，这应该是。小白，我在纠结1+3和锤子 M1L 和 ZOK 的 Z2 Pro， 平时对拍照和性能和续航快充应该是有要求啊，这个还有系统优化比较在意，处理器的调度机制能否给个建议呢？最主要本人习惯正面指纹识别，所以才选择了这3款比较典型的机器啊。这3款机器呢，刚才在2000元档位的推荐中呢都有，但是如果要是单纯的这3台推荐的话呢，目前来说，我个人可能更推荐1+3和锤子 M1L 在这儿呢就把这个 ZOK 的 Z2 Pro 给剔除掉了啊。因为这锤子 M1L 呢，在配置上呢会更高一些啊，1+3相对于 ZOK 的 Z2 Pro 呢，整个系统的这个优化程度啊，还有就是对拍照方面整个手机的体验来说呢，在我的主观印象里，1+3可能略胜于这个 Z2 Pro 一点点啊。这2台手机无论是1+3还是锤子的 M1L 呢，都不太好买啊。如果你要是能有幸买到一台呢，还是都可以的。不过锤子的塑料后盖呢，你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如果购买锤子的 M 系列呢，在这先跟大家说一句，非常不建议大家购买它的不锈钢重框版本。看过咱们之前体验视频的可能知道啊，因为它特别像那种镀铬的那种塑料啊。那种质感比较廉价，而且呢塑料感也非常强。它的这个初始的这个亚光版本的呢，我个人感觉整体性呢可能更符合它这个气质，尤其是这个白色嘛，对吧？如果是想购买 M1L 的话呢，推荐购买这个咖啡金的版本，这个 M1 就无所谓了。如果大家想等待它那个黑色按照老罗的调性，是不是？那你得等一段时间了。OK， 前面这4个问题呢都是手机，然后还有这个硬件方面的问题不过第一个问题咱们留了一个梗就是这个3年这朋友说要用一个3年的手机是吧？在这里跟大家说其实用不了3年，第2年的时候你自己都想换了。无论是这些显示器还好尤其是手机，第2年呢它可能会出新了，可能你的这个财务状况呢有些改善，这个有钱了是吧？这个自己想换了其实一台手机用3年还是比较难的还有就是这个手机发展的这个 App 也在发展，大家可以注意到咱们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些软件它不断的在增大。比如说之前最开始我记得安卓2、3时代的时候可能
能一个手机的软件大概20兆、30兆左右，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50-60兆或者40-50兆的这个软件增多啊，可能在当时来说是820、821比较厉害，但是后面呢可能就被淘汰了。所以说2-3年呢，我在这可以说你要经常刷机的话呢，这个旗舰的处理器是可以用到的，估计那时候你自己都想换了。OK， 咱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微博网友小杰 HYG。这头像应该是他自己啊，这个一个小帅哥啊。小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方便告诉我吗？我想知道独立测评它到底是怎样的体系，赚的钱从哪儿来，一定要告诉我，谢谢。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很多地方啊，这个无论是微博、微信啊，都有很多人来问。我也在公众号呢跟大家聊过这件事情啊，在语音还有推文中都写过，在这儿呢也作为一个结尾问题吧。可以说它什么样的体系，那是基本没有什么体系的。国内的整个这个大环境呢，是不太允许这个真正的独立测评人来好好的存活吧，应该这样说。因为真正做到独立测评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钱赚的，因为你毕竟跟各个品牌啊、各个这个厂商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说并不融洽，并不好，跟他们是对立的嘛。如果你要真正想赚钱的话呢，只能做现在探索比较多的就是开店，就是开一个卖这个各个手机产品啊，或者是智能产品的一个店。这个现在做的比较多。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呢，我也没想好啊。大家都知道，目前咱们这儿什么小白测评好像是什么盈利这个方面都没有。这个方面呢，迟早会探索，不过我自己还没有想好啊，这个可能后边再说吧。咱们不说什么体系，要是单论怎么运作的话呢，其实首先呢，你自己得是在这个某一个领域，可以说是比较资深一点的极客，不说你是专业的啊，就是手机啊，或者是笔记本啊，或者说别的这个硬件方面啊，还有呢，多少要具备一点这个媒体方面的这个属性或者特质啊，比如说你要会做视频，会剪音频，然后在这个网上呢去发布你的视频，制作你的视频，这么一回事儿。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你要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内心，因为真正做独立测评的话呢，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啊，比如最现实的啊，你没钱了，你没法养活自己，没法购买新的设备来进行做测评或者做测试，你活不下去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最现实的。还有呢，就是舆论方面啊，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会碰到啊，你做这个，假如小米的手机，你说它，哎，这还不错啊，然后我操，这王八蛋他妈的收小米的钱了，然后就说人家锤子这个不好是吧？有一些锤粉啊，不太理智的锤粉啊，就是说我操，这王八蛋肯定他妈的收了钱黑这锤子了，然后之类的啊，各种各样的键盘侠们，就是问题会非常多，一件一件的马上来解决。真正做独立测评的话，还是需要坚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需要坚持的，这个困难应该都会解决的，是吧？OK， 这一期呢也是咱们第一期的白问呢，就简单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啊。白问这个名字呢，就是我随便起的啊，这个向小白提问这么一个比较直接的意思，不是问了白问的意思啊，大家不要这个误解啊。OK， 如果想在下期视频中看到你的问题，非常简单啊，把你的问题总结的稍微有条理性一些有代表性一些，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了，在视频下方留言也都可以啊。下期呢就是你的问题了。OK，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直接评论或者私信就可以了。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跟你聊天，已经有10万多的小伙伴在那儿跟我们一起爱之求真了，赶紧关注吧！干货多，屁话少，每晚开车不见不散。OK， 就是这小花絮呢，简单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百问这系列视频啊。其实这初衷非常简单啊，就是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啊。然后其实这个视频的形式呢也挺常见的，这个别的这个比如说也是这个科技圈啊，或者是什么汽车乱七八糟的，也都有这个类似的回答问题的这么一个视频形式，所以说我也就移植过来啊，这个照搬过来的。各个这个平台啊，尤其是微信公众号，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微博的私信里边问题也非常多。然后呢，也跟大家说句抱歉啊，这个也没能及时的回答大家，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嘛。然后一开始回答40-50条，然后后来就可能更多，然后还是有人骂我，这好长时间他说操你他妈你怎么不回我啊之类的。
因为确实回答不完。如果要是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这个视频咱就做不了了，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就关于这些问题呢，发现就是有大量的重复的嘛，比如说啊，1000人机推荐，比如说2000人机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俩台就是这个手机跟这个手机推荐哪一个，那手机有什么缺点，这手机有什么优点。如果让我做视频的话呢，永远做不完，对不对？就光这个主流机型的这个1000元档或者2000元档推荐，那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基本上每个这个2-3个星期或者是上月的根本就做不完的啊，所以说也是开这个视频呢，专门给大家这个解答这个疑惑，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就是百问这系列视频的初衷。还有其实呢，就是这段视频呢也是可以听的。就这个视频大家可以注意到啊，其实可以听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也会上传到这个3大这个 FM 的平台，就是蜻蜓、荔枝和喜马拉雅。如果你要是在路上呢，可以比如说坐公交，可以直接就听这节目，因为也没有多少这个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这个展示，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方便啊，尽量也是方便大家。还有呢，就是希望这个。有个小想法啊，就是因为毕竟我自己的这个力量还太小了，也是希望后期呢，如果当然这个招募可能会在后面进行，不知道啥时候啊。就是我的初衷是做一个小的解答组，比如说30-40人、20-30人，然后大家每个人呢都是一个比较资深的极客，比如说在笔记本方面呢，在这个智能手机方面，在相机方面啊，在显示器方面啊都很厉害，是吧？这都是这个资深的这个机油这极客，然后呢。可以80%-90%的回答这个普通用户、普通小白用户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你也乐于呢去帮助别人，所以说这个后期呢，如果大家想加入的话呢，可以咨询我啊。后期如果要是专门有招募的话呢，可能在公众号呢直接进行推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也是希望聚合更多的有用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